挪威人特别喜欢吃沙丁鱼，但运输是个大问题，因为沙丁鱼被捕捞上来之后，在运回港口的路上很快就会死。鱼一死，肉就臭了，就没法吃了。死掉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缺氧。但沙丁鱼莎莎不知道啊，死的没有一点声息，甚至连扑腾两下的机会都没有。可挪威有这么一位船长，他的沙丁鱼每次运回来都是活蹦乱跳的。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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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！这道题是昨天刚刚讲的，你呢是没得脑壳听，还是脱壳去打游戏去了？哎，你是不能搞好呢，还是不想搞好啊？啊？看一下。报告，来，叶超，快进来。走。好。原来那个船长每次运输的时候，都会把一条鲶鱼放进沙丁鱼的水槽里。鲶鱼可是以沙丁鱼为食的，沙丁鱼们见了它，那可不得时刻紧绷着神经，时刻保持活力来躲避天敌。这一追一躲，把水搅活了，水活了，自然也就不会因为缺氧而死了。你到这个东方，雷老师好。雷鸣，你怎么也喊雷老师呀？对呀，我妈想跟你抢爸爸呢。爸爸好。爸爸好，爸爸再见。跟你讲了多少次了，只要进了学校就只能喊雷老师。在学校里没有爹和儿子，只有老师和学生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就说听到了。听到了，雷老师。雷老师再见。在生物学里有个名词叫做共同进化。食草动物为了躲避食肉动物的追捕，在出生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学会奔跑。鸟类为了在求偶中占得先机，演化出了不同花色的羽毛。哎，雷鸣，你干嘛？竞争和猎捕是动物的天性，想要生存下去，就必须战胜自己的天敌。也正是因为有天敌的存在，才会让你变得更强。学习也是一样。雷鸣。Question too big. That is the question. 射错腰了，妹妹。最近进步那么快，我不是要考清本？对喽，就是要考清北。哎，桑老师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心怀恨意，才能前程远大。所以怎么处理了？这消防器警报都按开了。如果不是老黄发现的及时，消防队那就直接进学校了。十一班这几个学生太难管了，也难为桑老师了。哎呀，处分呐是免不了了。我那天按人头查了一下，开学前一天我不是在校门口查违纪吗？11班5个人，查了4个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那几个孩子那就不是认真搞学习的料。高校来了。
你预估过学校的处理结果吗？预估过的是个最坏的结果是11班教学暂停，学生们各回各班。我呢，听候发落。那你想好解决方案了？没有。所以虚假火警这种事儿，在我们明英就从来没发生过。明龙，明龙，对。哎呀，还好是虚惊一场啊！如果真是因为同学之间的矛盾纠纷引发了火灾，或者是那天幕布掉下来砸伤了某个学生，那我们学校的责任可就大了。德育处讨论了一个解决方案，抓一个典型，正好给合并之后这个明龙实验在学风学纪上立一个规范。当然了，最终的处理结果还是听您的指示。别焦虑了，罗笑，高静娟不会选那个最坏的结果。目前11班最大的问题是几个学生的班级归属感还不能建立起来。学校既然在建班初期不能宣布撤班，那么从严不如从宽，就跟对待其他学生一样，不过度关注，也不过度打压，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陆然，你去解决吧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处理还是不处理呀？同学们，上课时间到了，请迅速回到教室，准备上课。江晴朗还不够强，那是因为他没有遇到自己的天敌。现在不一样了。你说李然啊？没错，在战胜这个对手之前，他不会真走的。你能不能不要在办公室吃这么味儿的东西啊？干嘛去啊？同学们怎么样？书看完了吗？一个看完的都没有吗？高考语文命题的大趋势，就是对阅读量的要求一直在提高，目的就是让15%的考生看不完、做不完。要想不成为这15%，就一定要学会快速阅读。小小，想什么呢？小小。哦，老师，我是在想，这个书那么多，我们要看到多久才能看完啊？以我一个入坑网文15年的人的经验告诉你，这些书很快就可以读完，但前提是一定要用对方法。第一招，流水读书。读书的时候就像是在听歌，让内容自然平缓地流过。一定要忘记你们小学语文老师教你们的逐字阅读，更别给我死记硬背了。一本书，如果你越想记住点什么，你就会越焦虑。别去默读它，别往回翻，用手指来引导视线，防止目光游移，眼睛会不自觉地被运动的物体所吸引。第二招，脱水读书，甩掉书中的水分，只看干货。根据28定律，一本书里面80%都是水分，真正有效的精华只占20%。一本书的前言和目录是概要，序言说评是提炼，附录后记是总结，这些都是干货中的干货。你们要做的就是把这20%的内容干货脱水提炼，然后明确80%的内容和这些干货之间的关系。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倒回去精读。当然了，这80%是一定要考的内容，不是让你们全部的放弃，而是让你们有选择的去进行记忆。张老师，你不用劝我。谁要劝你了？
我喝我的多肉葡萄，你喝你的双份糖，还喝了3杯，这么爱喝甜的？我妈不让我吃糖和零食，但是嘞，她越不让我吃，我就越想吃，我越吃越香，我越吃越解压。好有道理。所以越想让你通过集训考试，你就越不想努力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当然不是啊。我跟这个班气场不合，反正硬相处下去也没意思。我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啊？也对。走吧。去哪儿？你不是不想回11班吗？一时半会儿又回不去松柏，我给你打个车送你回家了。哎，我看看。好，叫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得给你妈打个电话，跟她说一下你回家的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苍老师，我也没说要回家呀。就没人信我能考过吗？李然、雷鸣都等着看我笑话呢。谁说的？还有我呢，我也等着看你笑话呢。我等着看你临阵脱逃，灰溜溜跑回家。等1周后集训结束，他们都进步了；1年后高考结束，他们都轻松了。就你，回到老路，原地踏步，继续被家里安排再安排。别装了，不是生气，你就是害怕，你就是害怕自己考试考砸了。但是你不试一下，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考砸呢？以前那个霸气的小狮子去哪儿了？而且，我100%确信你一定不会考砸。其实，他是想留在这个班的，不然也不会那么上心了。我知道他的虽然他作弊不对，但我是真的想帮他。怎么没人学习啊？班长不管吗？行了，跟我走，
全都有啊。走。厉害吧？这是高校专门给我批的心理教室，当11班的班主任，就是为了这个。进来啊！桑老师，是要我们帮忙收拾屋子吗？做你们的班主任是我当过的最大的官儿，可以调动你们5个人。要是这个班散了，我就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。好，行动起来，帮我把这些箱子拆掉，放到不同的房间里面。就按你们自己的想法来摆位置，就像室内装修那样。感恩，请进。请进。干嘛去？不行，忍不了了，我还是得跟你说一下，雷鸣。我觉得学习最需要的不是天敌，而是伙伴。没听懂。你看啊，5个怪咖，5种性格，5份心思，那不闹矛盾才怪呢。但是动物之间除了天敌关系，还有共生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比如说，鳄鱼从来不伤害幼小的牙签鸟，是因为牙签鸟能够帮助鳄鱼清理它口腔里的肉渣和水质，而鳄鱼呢，也能为牙签鸟提供食物和庇护所。海葵有毒，但是却能保护小丑鱼不受伤害，小丑鱼也甘心做诱饵，帮海葵捕食其他的鱼类。枪虾视力非常差，但虾虎鱼就是它的眼睛。枪虾也能反过来帮助它的小伙伴虾虎鱼去挖掘洞穴。这2个不同的物种形影不离，这就是伙伴的意义啊！我们可以不相互认同，但一定会彼此陪伴。他们几个来参加11班可都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对方。我可以非常确定，他们还没有彼此产生认同。你又怎么能肯定他们会彼此陪伴呢？一起打怪啊！集训综合考就是他们的大 boss， 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是我整理出来的语文作文素材，摘抄资料，你要好好看哦，丁小小。
对不起，考试没法帮你，希望这个对你有用。你的朋友，雨阳。数学错题集，好好看吧。程雨山。老雷说了，这个本子上的重点要全部背下来。疯了吧？这么多，我要有这本事还来什么11班啊？死记硬背当然背不过了，没有记忆方法，就算是背过了，考试也会忘。这才是秘籍。树状图又叫做记忆树，确认主干，联想分支，把关联的知识点通过一棵树连接起来。闭上眼睛，去想象一下它的树干、树枝，甚至是树叶。怎么样？那些混沌庞杂的知识点是不是逐渐变清晰了？程雨山，回忆一下你记忆当中的数学公式还有图表，挂到这棵树上。李阳，把语文必备64篇挂上去。人在记忆的时候，左脑负责处理文字，而右脑负责处理影像。记忆术的原理就是，当单调的语言或者文字被你的左脑所遗忘的时候，通过右脑及时的辅助回旋，用图像连接到左脑，让左脑回忆起被遗忘的文字。有了这棵树，再加上艾宾豪斯记忆法，你们还说背不过来？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……我知道，就是在脑子里种树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一会儿就关灯。明天有小测验，我想多刷几道题。你不睡啊？少个睡眠周期而已，90分钟，刚好做套题。借你一点光呗。一起。好呀，学长，问你道题啊。好啊，你们真鸡贼呀！居然背着我们偷偷开路车。加
手痒，刷几道题。那个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打卡拍照？可以啊。那我们大家凑近一点。为什么说是假的？怎么可能？哦。闲闲演绎生生死，自诉平生古之志。预备，开始。杨小是在干嘛？好像在傻着，你看到没？我的天哪！在干嘛呀？就疯成这样，不是，他们不是要考名校吗？天天都说，太迷惑了。像跟要真的考得好，仪式一样。哎呀，毛皮秦在干嘛？把科都没。什么的成分是这个，什么的成分是这个，然后加。姚哥，哎，姚哥，今天送的什么？啊，送什么呀？啊？带了个西子。啊！水公子，这个壶里面慌了，帮我查查这水公子。校园万万园。本校 VIP 级装叉饭，沈耀沈大公子。您的尊享燕窝套餐已由11班外卖小队为您送达。
沈公子，请用餐。沈公子，让我来为您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菜品。咱们有荷兰豆、鲍鱼。这个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咱们家这燕窝不仅清香扑鼻，它还口感无敌。它不仅养颜美容，还能让人身心放松。这可是咱们全新州独一份的皇家品质。来，我趁热先替沈公子尝一尝啊。好。味道好极了。谁啊？你上下学车接车送，吃个补品还让同学送班门口，怎么着？想让麻痹啊？要不要我喂你？沈公子平时喝汤都累，这样，我帮帮他，我把他炫了。好。沈公子，我们走了。沈公子，沈公子把汤喝了再走啊。谢谢。我知道是你让他删的。Never gonna be afraid.这里边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这次语数英内测的试卷是由各科目教研组老师随机命题的。总分150分，考试时间2个小时，开始作答。哇，这道题做过哎。安静。闲闲演绎生生死，自负营生不得志。时间到。
好，各位的成绩现在都在我手里了。江晴朗，89分。很遗憾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就只差一分。江晴朗昨天模拟考的平均分是97分，他有资格留下来的。愿赌服输，不能耍赖。可是他这段时间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在刷题。他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们也已经很努力了。高考的时候有谁管你努力不努力？1分之差，天差地别。晴朗妈妈，她明天就可以去桃李寺报到了。走吧。晴朗，我们先走吧。江晴朗，留个纪念吧。刀下留人。刀下留人这么中二的词儿也说得出来啊！再等一下吧。不用劝了，桑老师，机会我也给过了，就像雷老师说的，愿赌服输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不差这一会儿。来，晴朗妈妈，雷老师要面子啊，不服软。但我作为11班的班主任，我想恳请您再考虑一下，认真考虑一下，再给江晴朗一个机会吧。有些努力如果不是亲眼看见，我们就只把它当成一个动词了。但是这个动词对于江晴朗来说，是10天不玩手机，是上课集中精力，下课了还会疯狂追着老师问问题，是默默拼尽全力，只想让您看见，他可以。是啊，晴朗妈妈，就算是以前的明英，像晴朗这样能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，还有冲劲儿的孩子，真的是凤毛麟角。他待在11班，一定会比待在桃李班强，我向你保证。走吧，晴朗。对，晴朗妈妈。晴朗爸爸。哎，晴朗爸爸，这。一个个的什么表情啊？不相信是吧？好，那我再念一遍啊。李然75，连小小71，程雨山61，
李阳，69，150分的卷子，90分及格。各位连一半都没考到啊！就这，你们还有心情替人家江晴朗鸣不平啊？谢谢你们啊！江晴朗89分，全班第一。什么感觉？害怕？失望？复习过的全没考，没复习的全做错，难过是吧？学到死，累成狗，付出了学霸的努力，最后得到个学渣的分数。不对呀，你们几个原来考的可比这差多了。那个时候有这么难过吗？好像没有。对，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次就好像是本来能赢的比赛，因为鞋子不舒服输了。等了1年的演唱会，因为感冒没去成。吃到了嘴边的包子，结果馅儿掉在地上了。如果用一个准确的名词形容你们现在的感受，那么不是后悔，而是不甘心。对，不甘心。给我好好记住这种感觉，体会它，确认它，铭记它。如果说改变命运是你们学习的原动力，一旦有了不甘心，你们就不再是过去那个考砸了也无所谓，把卷子往书桌底下一塞，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的小屁孩了。我把丑话说在前边，未来的1年里边，你们还会经历更多的失败，更多的空欢喜。但是没关系，不甘心会救你们，哪怕你们考得再差，跌得再惨，只要不甘心，你就会想要再来一次，想要做得更好。这就是这几天你们最大的进步。